上一集就講咗電動車出面叉電嘅資訊，有冇幫到現有或者準備買電動車嘅車主，定係令到準備買電動車嘅車主有少少減卻咗你哋買電動車嘅意欲？下下要出街叉電，又要揾位，揾到位可能又要等喎，所以好多人都話，除非自己屋企有充電位啦，唔係嘅話都唔想考慮電動車啦。你就好啦。點啊？住村屋裝到叉機，買咩牌子嘅電動車都得啦。喂，又唔可以咁講嘅，呢啲嘢不要去羨慕，不要去妒忌。唔係喎，其實咧住村屋咧都未必裝到㗎。係咩？係啊，因為你要鑿地又要拉線，影響風水啊，村公所未必肯㗎。又好似係喎。阿 Jin 啊，點啊？我諗住買電車，點睇先？你住舊樓嘅喎，唔好諗啦，邊充到電啊？排隊排死你啊！唔係啊，我屋苑上個月鋪好晒電線，準備裝叉機。嚇，幾錢啊？幾皮咯？哇，咁貴！我自己屋苑嗰度咧，啱啱申請咗個唔知咩政府咩資助計劃，唔使錢就可以裝到充電機嘞噃。唔使錢，唔出年先講。啱啱訂咗個新電動車，仲有充電機送啊，慳唔少啦係嘛？喂，你問咗你屋苑裝咗充電機未㗎？要問嘅咩？我隔離位裝到，佢裝到，我咪裝到咯。問咩啊？你準備好揸電動車未？先講下唔同電動車牌子嘅叉機同埋安裝收費先啦。首先，你同車行買完車，基本上咧佢哋都會提供安裝叉機嘅服務。咁當然啦，部叉機同埋安裝費都係要自己俾錢嘅。汽車品牌無論有冇自家嘅充電機咧，佢都會將客戶轉介到承辦商進行呢個安裝嘅。而市面上咧亦有唔少合資格嘅工程公司咧，提供包括咗充電機嘅全套安裝服務喎。比較多人認識咧就係 Smart Charge 啦、EV Power 啦、信興啦、Cornerstone 啦、創捷等。就咁獨立安裝一個充電機嘅安裝費咧，就大約係萬幾至到2萬蚊起跳嘅。先逐個牌子報一報價俾大家聽啦。上一集你準備好揸電動車未呢？我哋有講過啦 ，Tesla 喺公家地方嘅充電網絡咧，可以話係各大品牌中最強啊！估唔到咧，講到屋企裝 Wallbox 咧，佢都可以勝過同級對手啊！因為而家買 Tesla 任何一款新車咧，佢都會送呢個 Tesla 嘅 Wall Connector，仲要咧包埋安裝費。咁啊，安裝費包啲咩咧？就係個電源呢個電線咧50米距離。咁如果長過嘅話，咁當然要額外補錢啦。另外仲要包你48個月嘅保養。Benz 同寶馬咧都有自己品牌嘅 Wallbox 㗎啦，咁佢哋嘅安裝咧都係交翻俾佢哋合作開嘅 partner 去負責啦，佢哋就會為個別嘅客人提供一啲私人充電嘅資訊同埋安裝服務啦。咁當然啦，唔同嘅車位就會有唔同嘅收費㗎啦。就好似 Benz 嘅掛牆式充電器啦，佢嘅最大輸出功率咧就係24 kW， 價錢就係9800蚊，安裝咧就係11900蚊起。至於寶馬咧，一樣有佢哋嘅 Wallbox 嘅，價錢咧就8680蚊起啦。如果你係寶馬或者 Mini 嘅新車主咧，仲有9折優惠添啊。不過以上嘅價錢咧，當然係唔包安裝啦，價錢咧就係15000蚊起，咁當然要視乎場地而定啦。Audi、Kia、Hyundai 嘅充電機啦，同埋安裝工程咧，都係由工程公司包辦嘅，而佢哋嘅正機價咧大概7000零蚊起啦。安裝費用咧就12000蚊起嘅，而佢哋咧大部分咧只係包咧8米嘅取電距離嘅啫，價錢咧就要視乎翻嗰個充電機嘅功率啦，同埋咧嗰個安裝情況而定嘅。至於保時捷咧，就所有新車主咧都會有個 Porsche 嘅 Wallbox 送嘅喎，不過就唔包安裝費啦。安裝費咧就大約係1萬蚊至25000蚊不等嘅。而 MG 嘅新車車主咧，可以以4880蚊咧買佢嘅專屬 Wallbox， 安裝費當然另計啦，但係都唔算貴啦，4000零蚊啦。不過實際當然要視乎翻情況啦。至於比亞迪咧，佢哋冇自己嘅叉機㗎，不過咧都會推薦一啲佢哋相熟嘅承辦商俾你啦。價錢嚟講 ，Wallbox 咧就5000幾蚊起，咁而咧佢安裝費咧就1萬蚊起㗎。而日產咧就冇專屬嘅 Wallbox 㗎，不過咧都會推介你去一啲佢哋認可嘅供應商度安裝啦。咁就最基本啊，駁電啊同埋掛牆都由幾千蚊起啦。Volvo 同 Polestar 咧，暫時仲未有佢哋嘅自己 Wallbox 啦。咁佢哋咧亦都冇特別 refer 客人去邊一間工程公司安裝㗎。其實大家想知道喺屋企安裝充電器遇到啲咩問題之前，首先了解一下安裝 Wallbox 嘅基本概念。今日我哋就訪問咗 Smart Charge Consultant， 整合咗安裝 Wallbox 嘅10件事，睇下你又知道幾多？
咁啊，想翻到屋企之後又有充電機幫自己部車充電，咁首先呢，你一定要有一個車位先啦。咁但係如果你嘅車位呢係租嘅話呢，你都要問個業主肯唔肯喎。其次就係車位有冇電源啦。如果冇嘅話咧，就要知道車位同埋電錶房嗰個距離相差幾遠啦。當然相差越遠，個安裝費就會越貴啦。如果好似中間呢個車位咁啊，又冇牆又冇柱喺側邊，係咪唔可以裝充電機呢？又唔係嘅，因為咧新式嘅充電機咧就可以吊落嚟吊置式嘅喎，咁但係咧費用就會貴啲，同埋程序又麻煩啲咁咯。電工牌咧有分唔同等級啦。如果你個屋苑咧已經有足夠嘅電源，而電咧亦都已經拉到你嘅車位嘅位置，其實咧只要擁有最基本 A 牌合資格技工咧，就已經可以幫你安裝 Wall Box 噶啦。咁喺安裝技術上咧，又唔係話咩高難度動作嚟嘅。不過大家喺揀 Wall Box 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啦。點解咁講咧？因為坊間有好多唔同品牌嘅電動車充電器嘅，嗱要留意翻揀一啲咧係符合呢個電力公司啦同埋香港法例嘅要求噶，千祈咧唔好亂咁買啊！ Wall Box 嘅款式咧有好多嘅，充電時間咧亦都各有不同。咁一般咧都係建議車主選擇充電器嗰時咧，留意翻佢嘅上游供電究竟足唔足夠先。即係電源嘅輸出功率咧，同你選擇 Wall Box 咧係匹唔匹配啦。例如單相或者三相嘅配置。另外咧，一套合格嘅充電設備咧就應該有埋呢個漏電保護裝置嘅。喺一般嘅情況下咧，如果電源突然 overload 或者係漏電咧，呢啲裝置咧就會即時介入啦，即係我哋俗稱嘅跳掣咯。所以咧喺選擇充電器嗰時咧就要相當小心啦，否則咧充電嗰時咧就會大大增加佢嘅危險性啦。家用嘅充電器咧通常咧都係選擇用 AC 㗎啦，單相咧就係7個 kW per hour 啦，而三相咧就係21個 kW per hour 嘅。咁裝三相當然要貴少少啦，大約咧就貴30%至到1半左右啦。要留意嘅咧係你買嘅電動車嘅款式同埋型號，每部電動車嘅 AC 充電速度都唔同㗎。如果咧你部車咧只能夠食到7個 kW per hour 咧，咁你裝三相咧都係冇用㗎。車位加裝充電器咧係要加多一個電錶㗎。咁持牌師傅完成工程後咧就會發一張 WR1嘅表格俾車主，車主將表格交俾電力公司申請電錶就得㗎啦。電費同家用電費都係累進制，用得越多，電費自然越多啦。電費方面咧，中電大概過3一度電啦，而港燈咧就過半1度電。屋企安裝 Wall Box 咧，始終牽涉一啲安全性嘅問題啦，所以係需要額外買保險嘅。咁啊，一般車主咧出車嗰陣時買保險咧，代理都會問你哋會唔會喺屋企安裝 Wall Box 嘅？會嘅話咧，喺出車買保險嗰陣時咧，就會加埋呢個條款落去㗎啦。如果各位咧都嫌 AC 充電慢咧，其實都可以喺屋企咧裝呢個 DC 快叉㗎。嗱，聽聞咧之前有間豪宅獨立屋咧，就喺屋企裝咗個 DC 快充。咁不過咧就當然價錢唔平啦，估計都要20幾萬起嘅。你話有錢咪任性？聽完以上10點，有冇多少少概念？聽落都好似幾簡單啦，都唔係好難啫。點解咁多人話好難呢？咁一般安裝又會遇到啲咩困難之處？而一般嘅安裝程序又會係點？想安裝以上 Wall Box 嘅話咧，大前提咧就係要你所住嘅屋苑嘅停車場咧有冇足夠嘅電力啦。第二樣嘢咧就係你嘅停車場有冇電源到啦。咁啊要符合呢兩個條件所佔嘅比例咧，目前為止都係好少嘅。只有啲近幾年新落成嘅屋苑停車場咧，先有呢啲所謂嘅標準設備咯。如果咧你想咧將屋苑咧整翻足夠嘅電源嘅話咧，咁啊首先第一樣嘢咧就要認清對口係邊個啦。咁如果你個屋苑咧有業主立案法團嘅話咧，咁你必須咧要得到佢哋嘅同意嘅，因為業主立案法團咧係有法律效力嘅代表嚟嘅。咁如果你個屋苑咧本身冇業主立案法團，咁你嘅對口咧就要改為管業處啦。咁啊管業處咧一般咧都會諮詢業主委員會嘅意見嘅。得到業主立案法團同埋管業處嘅同意之後咧，工程人員咧就可以作呢個實地嘅考察，觀察一下咧周邊嘅環境係咪適合裝電動車嘅充電設施嘅。而檢查電力供應係咪足夠咧，都係成為最關鍵嘅一項啦。因為一般大廈低壓電掣房，即係俗稱咧電錶房啦，佢會提供電咧俾大廈嘅公共設施嘅。正如之前所提到啦，電掣房同埋車位之間嘅距離有幾遠啦，電源又能唔能夠駁到電去到嗰個車位度呢？你想整，有啲業主又想整，但係有啲又唔想整喎。咁個業主立案法團同埋咧業委會點樣可以拎到全部業主嘅共識呢？咁啊各自為政啦。因為咧法律上咧就係冇講到明要幾多%嘅業主同意先至會整㗎。不過咧就要留意啦，大部分呢啲咁嘅舊樓咧喺興建嗰時咧，其實咧都冇預留到要咁多部車咧同時充電，所以咧唔夠電嘅情況咧喺舊樓咧係好普遍嘅。如果電力唔足夠供電俾停車場嗰陣時咧，就要為屋苑加大電力啦。而加大
大電力嘅工程咧，又需要電掣房有足夠嘅空間喎。點解電掣房要有足夠嘅空間？咪裝你嘅充電機嘅電錶同相關嘅設備咯。如果電掣房唔夠大，要改大啲，咁就麻煩啦。如果要改建或者加建呢，咁就要向屋宇署申請啦，連同重鋪電路啊、安裝開關掣啊及相關等安全設施呢，呢筆工程費啊，大家都諗到啦，會好貴㗎。咁由邊個嚟負責呢？如果屋苑承擔嘅話咧，業主立案法團啦，就要喺政圖上面咧得到屋苑業主嘅同意。好多人咧就俾呢個位棘住咗啦，因為始終要講到夾錢啊嘛。咁有啲人唔需要用嘅就會話：喂，我都冇份用，點解要夾錢呢？咁當然亦都係另一啲例子嘅，就係譬如10個8個嘅車位業主啦，就夾翻份錢咁樣啦，就平擔翻工程嘅費用。講到 Tesla 嘅 Wallbox，又係時候賣一賣廣告啦。WeLab Bank 推出咗全港首創嘅 Tesla 3-in-1 Combo 3重獎賞優惠計劃，唔止全港首創，仲係全城至正。第一，而家用優惠碼 Tesla One 申請 WeLab Bank 嘅 Tesla 無抵押貸款，實際年利率一口價3.68%。第二，用埋 WeLab Debit Card 喺 Supercharge 充電或者官網 shopping 嘅話咧，仲有10% 現金回贈添啊！第三就係高息活期存款，每日港幣30萬內存款均享0.8% 活期年利率。其實介紹咗呢個 Tesla 3-in-1 Combo 計劃咁耐，大家又知唔知道呢個由 WeLab Bank 專屬俾 Tesla 嘅貸款計劃同傳統嘅汽車貸款有咩分別呢？首先，傳統嘅汽車貸款咧係屬於有抵押嘅貸款，車主咧係需要拎出俗稱排保嘅汽車登記證作為抵押品㗎。同時咧，亦有可能咧需要提供大量嘅證明文件，流程上咧都比較繁複㗎，需時咧可能比較長。其次，利率都有可能因為唔同嘅個案而作出調整嘅。而 WeLab Bank 呢一個咧就係無抵押嘅車貸款，除咗可以做到零首期之外，全程一 app 辦理，實際年利率方面咧都係比較透明同埋穩定嘅。WeLab Bank 仲推出咗推薦獎賞計劃，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嘅話咧，就睇翻我哋嘅第2集，你準備好揸電動車未啦？如果有興趣，大家就要留意啦。想申請 WeLab Bank 呢一個 Tesla 專屬貸款，你係全新嘅 WeLab Bank 客戶，可以參考以下嘅程序。如果係現有 WeLab Bank 客戶，可以參考呢個程序。提示：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啊！要面對咁多問題，涉及咁多金錢，仲要得到業主立案法團嘅同意，真係唔容易㗎。身邊一定會有個朋友同你講：申請政府嗰個咩資助計劃咪得咯，唔使自己俾錢㗎。係咪真係咁簡單？而家咧就詳細啲講下俾你聽，呢個計劃係點？政府喺呢個2020年嘅10月咧，就推出咗呢個20億嘅 EV 充電2資助計劃喎，咁啊資助呢個私樓嘅停車場啦，安裝呢個電動車嘅充電基礎設施啊。預期資助計劃咧就可以於3年咧涵蓋約6萬個私人車位喎。不過今年2月咧，政府宣布加碼注資15億啊，合共係35億。資助範圍包括啲咩嘢呢？包括聘請工程顧問啊、承建商嗰啲費用啦，響停車場安裝叉電機基本設施嘅費用啦，例如拉線啊、電線槽啊、配電箱啊、電錶箱等等。至於資助金額啦，每個符合條件嘅車位咧就可以有3萬蚊嘅資助，成個屋苑咧嘅資助費用咧唔會多過15萬嘅。咁啊不過咧資助嘅範圍咧係並唔包括你申請前嘅安裝充電設施啦。其次唔包括咩咧？就係工程費用嘅，包括就係 Wallbox 啦 ，Wallbox 嘅安裝咧都係唔包嘅。咁另外亦都唔包日後嘅操作啦、保險啦同埋保養嘅。當成個工程項目咧係超出咗呢個資助上限嘅時候咧，咁餘額咧就需要屋苑同埋業主自己去承擔啦。簡單啲講，道理咧就好似光纖入屋咁樣啦。政府呢個資助咧，淨係負責將條光纖鋪喺你屋企門口嘅啫。至於你想將條光纖拉埋入屋嘅話咧，係要額外俾錢，價錢咧仲要係自己俾嘅。咁所以咧並唔係所有嘢都係完全免費㗎。另外咧，申請資助嘅過程咧都相當之複雜㗎，需要業主立案法團大會咧表決通過先得㗎。要揾工程公司進行初步嘅電力評估，寫計劃書，向環保署咧遞交申請，所有嘢批晒咧之後就要揾承辦商出標啦。聽到呢度，相信大家都相當頭痛。又或者你係住緊村屋或者獨立屋，甚至係公屋或者居屋，咁裝充電器又遇到啲咩問題呢？
咁啊，先講村屋或者獨立屋先啦。咁啊，獨立屋通常架車擺門口嘅問題係不大嘅。咁啊，村屋啊難搞啲啊，因為通常你泊車嘅位置同你間屋咧都有一段距離嘅。咁啊，你要睇下由間屋同埋車位之間嘅距離有冇經過一啲行人路或者馬路啦。因為咧鋪電路掘地嘅工程咧，需要牽涉好多業權嘅問題，咁啊令到安裝嘅困難程度大大增加。嗱，其次咧就係電箱嘅位置啦。咁就要睇下你屋企電箱嘅附近咧有冇嘢擋住咗。嗱，如果真係有嘅話咧，就可能要改動你屋企嘅裝修嚟去配合呢個充電箱嘅安裝啦。仲要睇翻啦，你需唔需要申請呢個獨立電源啦，俾翻呢個電車叉電嘅。如果你嘅車位咧係村嘅公家位置的話咧，就需要加建一個獨立嘅電錶箱喺車位附近。嗱，不過呢方面咧又要經過村長嘅同意啦，所以工程上面咧又更加複雜啦。最後要留意啦，你嘅充電器係咪安裝喺戶外嘅環境？如果係嘅話，有冇防水防塵嘅設計？亦都需唔需要額外加裝一個防水箱？咁亦都要留意承辦商喺施工嘅過程有冇買相關保險，同埋之後安裝嘅支援服務。講一個極端啲嘅例子俾大家參考下，就譬如好似偏僻啲嘅地方啦，嗱，車位同屋企已經分隔好遠㗎啦，不特止個電錶箱咧仲要分開嘅添。嗱，咁複雜嘅個案咧，就需要揾一啲大型少少嘅承辦商去處理㗎。嗱，咁呢個個案咧，前期嘅費用咧都需要6至7萬蚊嘅。咁其次咧就係住公屋或者住居屋嘅朋友啦。咁啊，如果住居屋嘅車位而係你自己私人嘅車位咧，咁啊大致上個安裝程序咧就同私人屋苑係一樣嘅啫。咁啊，如果你住公屋嘅話，你要面對嘅問題就係你嘅車位咧就月租嘅，月租仲要係浮動位嚟嘅，唔係私人車位，又或者由領展管理嘅。咁要安裝充電 wallbox 咧就有一定難度㗎啦。咁係咪一定響自己位冇得充電呢？咁又未必喎。據佢哋所知咧，領展有啲屋苑咧已經安裝咗叉電機㗎，不過嗰啲咧就用月費計劃收錢嘅，比起自己裝個叉電機當然貴少少啦。咁複雜嘅情況，又要牽涉咁繁複嘅電路工程，政府嘅 EV 充電2資助計劃批核時間又咁長，資助金額亦都有限，超支亦都冇辦法估計。所以咧，亦有公司咧一手承包所有前期嘅工程嘅，例如 Smart Charge 咁啦。咁佢哋咧除咗會負責同屋苑咧商討鋪電嘅工程啦，亦都會承擔所有基建項目嘅費用嘅。咁啊，車位業主呢個時候咧就冇需要擔心動用大廈資金啦、投標過程啦，同埋領取資助嘅煩惱啦。同埋 Smart Charge 咧係同香港電訊啦同埋中電集團合組嘅，咁啊所以咧喺鋪電路啊同埋電量需求嗰方面咧，可以提供到中電嘅專業意見㗎。安裝費咧，淨係需要幾千蚊嘅啫。一嚟啦，可以慳到一啲工程費啦；二嚟亦都要慳到啲同啲咩委員會啊、業主立案法團啊互相角力嘅時間嘅。基本計劃咧，嗱每個月1800蚊就可以無限充電啦，時數都係無限嘅，乜都唔使煩，又唔使慢慢計啦。不過咧，佢哋有個叫做公平使用政策嘅約束啦，條款係點咧，就可以參考下佢哋嘅網站。我1800蚊依然都好似好貴，咁我計一計條數俾大家聽下啦。咁啊，當我哋一啲高用量嘅用戶啦，好似我咁啦，住大西北啦，成日都要出入九龍同埋香港區，當每個月用2000公里咁計，其實咧，如果你揸 Tesla 用 Super Charge 咧，3個幾人次一度電咧，都要成1300甚至乎1400蚊嘅。咁啊，未計停車場，未計嘥時間等喎，咁我覺得貴幾百蚊啫。唔使俾前期工程費喎，唔使煩喎。而家某部分屋苑咧仲做緊啲優惠計劃嘅，咁啊價錢咧就會再平啲嘅。咁啊，如果你本身個屋苑咧係喺佢哋個充電網絡入邊咧，咁呢啲車主咧就有着數噶啦。嗱，仲有一樣嘢咧係要注意噶。嗱，縱使你用大廈好容易去拉到電線啦，不過咧都好難確保到啲電啊可以每一個車位都足夠安裝到個充電機噶嘛。咁所以形式上咧都係先到先得嘅啫。你遲咗先上裝啊，可能冇機會㗎啦。咁而 Smart Charge 嘅安裝工程同埋月費計劃咧，佢哋會盡可能覆蓋屋苑所有嘅車位嘅，即使同一時間有好多人撐電，都唔使擔心，因為佢哋有一套系統叫 Load Management 嘅 system， 咁佢哋就會分配所有嘅電量，務求咧係車主咧喺自己嘅位時刻都可以充到電，而唔需要等嘅。可以喺屋企自己裝到充電機梗係好啦，起碼可以俾自己選擇轉唔轉電動車啊嘛。加多咗充電設施，都為車位業主提升咗大大嘅吸引力。但係牽涉咁龐大嘅工程，需要嘅時間都好長，所以啱啱開始都需要出去叉電啦。下一集我哋就會講下轉咗電動車之後有啲咩生活習慣上嘅改變，睇下你接唔接受到。鍾意我哋呢個特輯嘅，記得 CLS 我哋啦。下集再見，拜拜。